这课呢，我们会讲到美甲水彩12技法当中的最后一个技法点染。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干画法，干画法呢讲了7种，然后特殊的技法去讲了4种，然后现在呢还剩下一个湿画法，给大家多加了一个湿画法啊。我们看一下湿画法当中的点染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笔打湿，笔打湿之后，纸巾上控一下水，然后我们取一点点红色啊，一点点红色，在我们的这个纸上面画一个花朵的轮廓，好，画出一半的样子。接下来我们笔尖去蘸取水，将这个花朵润开，可以多一点水啊，将它润开，将这个纸上面去做一个打湿的一个处理。OK， 现在呢，纸面上呢，它是一个湿润的状态，在趁它未干的时候，我们快速的去取一点深一点的红，好，点到这个花朵的边缘，甚至中间也可以点一些，点上去之后就不要管它了，接下来再加一点其他的颜色，可以在它的尾部再点一点。好，你甚至还可以叠加颜色，还可以叠加进去，点到边缘将颜色去做一个叠加效果。好 OK， 那做到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了就让它自然的去流开的那种感觉。如果说已经干了，没有办法自然流开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笔尖轻轻的拍打一下颜色的内侧轻轻点拍一下，点拍一下，好了，不要去拍打的太过分，轻轻点拍一下是为了方便它能够流得更快，因为笔上的水会把这一块给打湿。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点染技法，可以看一下这种技法之下，我们画出来的花瓣是不是跟以上的几种技法画出来的花瓣都完全不一样。那这种技法的话，它会更加接近于水彩的那种质感，就是水彩特殊的一种那种寂寥感或者是萧条感还有那种干枯感。如果说你要用甲油胶去画出这种氛围感的花瓣或者是叶子物体的话，是很难的。这种感觉只能够利用水彩和我们的水还有纸张上面的一些纹路，然后自然的化开之后形成的这种肌理纹路是用甲油胶是没有办法复刻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再来画一个叶子。好，我们可以取一个绿色，先画一个尖尖在这里，笔尖上去点一点水，好，将这个叶子铺展开，好，再加一点水，将这个叶子铺展开，加一点水，打湿，这个水彩纸上面比较吃水。好，将墨蓝色，你可以随便选一点你爱的颜色你喜欢的颜色点上去都可以。深棕色，好，点上去，点到边边尖尖，你想加深的地方你就多点一下。好，你想加深的地方你就多点一下。其他地方你可以少点一下。好，将颜色点进去，点到你想放的位置去。点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再加一点黑色，加深一下。OK。那颜色如果说排开的不够自然，你可以轻轻的这样，轻轻的用笔尖轻轻的用笔尖这样拍点一下，用笔上剩下的水给它拍在周围，让它能够帮助它能够自然的这样子去晕开。
对，就针对的是我们纸张上面已经干了的情况，然后用湿润的笔，相当于就再去加一点水，帮助它晕开。好多的我们吸走掉。好了，一片叶子就画好了。等它干了之后，我们甚至还可以在上面勾一些叶脉。那这种技法就属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技法。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话该看一下这个款式上面用点染技法怎么去操作。大家都知道，甲片上、胶上面和我们的纸上面它始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管颜色的留存还是上色，还是一个操作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甲片上试一下，用这个方法可以怎么样的去演示出我们想要的款式。这里的话，好，我们来画一个简单的花卉演示一下。先画一个花瓣，好，不规则的花瓣，然后将多一点水放到中间，好，放到甲片中间。趁水在未干的时候，我们动作快一点，加入深一点的颜色，点到它的泪壁上。记住是泪壁啊，因为水在花朵的中间，你不加在泪壁的话，它颜色是没有办法溶开的。好，等它自然干，不要去管它。有些地方颜色太多，我们可以吸走掉一些。如果说它的颜色，不能化开，我们帮它点一下。好，点一下。你看它这个上面自然的晕开的话，就不像在纸张上面的效果。纸张上面的话，粗糙感就会比较重。甲面上的话偏光滑一些，那它的粗糙感就不会有那么重。好，你可以加深一下一些转角位置、边缘。好，这一半花瓣的感觉是出来了的。接下来继续，这个技法的话会比较难一些啊，平时应该没有怎么用到过。好，还是推一个不规则的花瓣轮廓出来，加一点水。你记住，永远记住你的花瓣带有尖尖，然后胖一点，只是它的外壁外侧这个轮廓上面可以就是像山丘一样崎岖不平。好，加一点水打湿，好，放一点深色进去。OK， 等它干吧。等它干一下，我们再去看效果。好，这边，等它稍微干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加深一下它的花瓣，像这种凹进去的地方可以加深一下，有转弯有转折的地方可以去加深一下。好，第二瓣也搞定了。再来一半，这个地方可以再来一半，虽然说不是很明显啊，我们可以先给它画一点出来，知道这个地方呢是有花瓣的。因为底色的话是打的一个比较浅的底色，那中间的花茎给它勾一下。勾完之后还可以把这个线条拍碎，轻轻的拍碎。要让它有线条感，但是呢，不能让它太碎，但是呢，不能让它线条太清晰。好，接下来用深褐色加深一下花心。
加一点花须子，笔尖指向花心的地方啊，然后笔尖轻轻的立起来压一下，轻轻的立起来压一下啊，去做出这种长短不一的花心。对，有的长有的短，这样参差，但是呢都是聚拢在它的花心位置。这个叫花蕊吧。好，花心位置用黑色点一下。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配一点其他的颜色，比如说这个棕色用这个方法也可以来画一下其他颜色的花瓣。好，加水将颜色化开，化开之后往下推出它的花瓣轮廓，快速的将颜色点到花瓣的边缘或者中间。好，先等它干一下子，先不要管它，等它干一下子。还有其他颜色也可以加一点进去。加一点水。你不要点一大块啊，这个水的话，你自己去控制一下，看一下控水那一章节，你不要直接点一大块进去往边边上流的那种。我们大概控水就控制在纸巾上，轻轻的这样笔尖轻轻挨点一下就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就控制在你蘸了水之后啊，边边上刮一下，然后纸巾上去这样点一下，吸一点点就好了啊，就大概做到这样子去控水。好，加深，点进去，点到边缘去。那这边点到边缘加深。墨绿色，接着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墨绿色，试一下，或者是黑色啊，我们还可以试一下黑色。这款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意绘版的，黑色也可以来试一下。好，点进去。OK， 等它自然化开，这种感觉的、这种氛围感的花瓣，是真的是需要捉感觉的。甚至你哪个地方加深的地方，你就尽量的去找花瓣有尖尖带尖尖、带转折的地方。或者是腰身，比如说正中间或者是左右或者左右腰身，或者是花瓣尖尖上。那总之3个1、2、3、4、5，就这些地方去找。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的颜料用白色的水彩，你可以在中间给它勾一些细线，跟花瓣错开来。但是这个线条吧，它不能够太过于这样不能够太过于顺畅就是带一点大小不一的弧度。而且的话，跟花瓣不要重叠，错位开来。白色的水彩浓度大概控制在一个牛奶的浓度。饱和度是一定要有的。
好，注意看错开的位置，那肯定是整体平移，错位整体平移。好，花心加上一点白色的点儿。好了，差不多。个意绘版水彩花卉点染技法，擦一下边边，棉片加酒精或者是清洁水擦一下边边。擦完之后上一层底胶包边罩灯，然后再上封层包边罩灯整涂。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款式的效果。点染这种技法出来的这种线条、颜色分布、肌理纹路是非常特别的啊！记住，它是用彩绘胶、甲油胶，是完全复刻不了的。好了，动手试一下这个技法吧。对。